我出生那天，隔壁老王家一只养了8年的老狗，穿着黑色长袍，站在我家门口伸手作揖，又有无数只老鼠，光天化日之下就站在我家门口久久不散。当天晚上，人们还听到我家面前的空地上传来咿咿呀呀的唱戏声，有好事的人披着衣服出去看戏，却发现台上唱戏的戏子竟然是白纸扎成的，而周围的看客们则五花八门。这一下把村民们吓得撒腿就跑。天亮之后，山精野怪们消失不见。也就是这天，爷爷从山里匆匆赶来。爷，这到底怎么回事？总得有个说法是不是？戴罪之身，人鬼共恨，是死是活，就看今夜他能不能抗过去了。晚上不到，我就发起了一场高烧，短短2个小时之内，我就验了3次气，但每一次都又被我强行挣了回来。后半夜的时候，爷爷光着膀子，一手抱着我，一边和叔叔们跳着脚四处大骂，直到天亮时分，屋顶上传来一个老妇人恶毒的咒骂声之后，我才终于缓过劲来，捡回了一条命。再后来，爷爷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张九罪，意思是我从出生那一天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张老头，别给脸不要脸，都什么年代了，还守着你那一套破烂玩意当宝贝！滚！姓张的，你别忘了，你张家有罪，几辈子都赎不完。你想替整个张家扛起这份罪，那也得看老天爷答不答应。爷爷，这几个家伙到底是哪里来的？要干什么？小九，你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就去省城石门。你看了我6年书，该看的都给你看了，有些事情以后肯定会明白的。爷爷，是不是跟刚才的那人有关系？有关系也没关系，总之他们的到来让我明白了，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走吧，去你爸妈那边，我去跟他们说。就这样，我出门那天谁也没有送我，只有爷爷养的大黄狗跟着我一直到了村外。看地址应该就是这里了。您就是三叔吧？我叫张九罪，爷爷让我来找您的。三叔是爷爷让我这么喊他的。你是老张家的孩子，你先等一下。何大师，您看这是？老先生放心，我马上收拾东西过去。感谢大师仗义出手，您放心，规矩我们懂。小九，我出去办点事，你帮我看几天店，有买花圈寿衣的，你就让他滚蛋；有人登门求助，你就一概不理。半夜里记得把破魂灯放下来，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什么叫破魂灯。爷爷的书里面记载，破魂灯是驱鬼用的，有点像是现代的灯语。破魂灯一亮，就像是普通人家把门给关上了，谢绝访问的意思。第二天我起来刚刚打开，就发现外面站着一个胖子。嘿，小哥何老师在吗？您好，三叔出门了，这几天店里不做生意。哈哈，原来是何老师的侄子，难怪龙马精神，一表人才。是这样的，我家出了点事，要何老师帮帮忙，规矩我们懂，这点辛苦费麻烦您了。好家伙，城里的顾客出手就是2万，就是阔绰。大哥实在不好意思，三叔不在，我做不了主，更不敢坏了规矩。那胖子神色黯淡退了回去。接下来客人络绎不绝，有的开着豪车进门，二话不说就塞给我几万块钱的红包，要我给三叔打电话；也有的气度不凡，随手就送来一件古玩或者名画。直到下午时候，来了4个膀大腰圆的壮汉，不由分说的把我扛起来，直接丢进了车里，带到了一处别墅。你就是白氏店的吗？大哥，我就是个打工的，昨儿刚到，咱们是不是误会了？跟我来吧。有秘书，老板若是信不过咱们的本事，直接开口就是。大不了兄弟们不接着一担活，找这么一个小后生来，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人了？这是白氏殿何大师的弟子，也是老板一定要请的人。原来是何大师的弟子，那这次的赏识，小兄弟一定能大放异彩。唐老板，哈哈，大家都是有本事的人，就不用对我这个糟老头子客气了。这位就是何大师的弟子吧？真是年少有为啊！哈哈，连续2次登门拜访何大师都不在，如今只能麻烦小兄弟了。特么的，这是拿我来要挟三叔呀！不管我到底有没有本事，三叔知道了肯定会过来。大家都知道，我这人呢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收藏诗。这次请大家来，是因为最近的了一句稀罕的古诗，想请大家过过瘾。当然，规矩老夫也是懂的，绝不会让大家白忙活。刘秘书，凡是到场的，每人30万辛苦费。若是谁能弄明白古诗的来历，额外奖励200万。唐老板大气，要说看风水、定阴阳，我们哥俩或许帮不上忙，但要说辨认尸体，恐怕没人能比得我们。那就麻烦各位大师了，里面请。这棺材好重的杀气，钱都收了，把活干好就行。咱们这么多人，总不能连一具僵尸都收拾不下来吧？我来开棺，不管谁得了那200万，都得有我50万，成不成？王兄既然要把最重的活揽下，多分50万是应该的。不过您看出这棺材的门道了吗？没见过这种棺材，但总不会比尸王棺要厉害。大叔，这是人皮棺，不能用5金来开，否则精气相冲会化作金煞，金煞入体，不死也得残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从没听说过人皮能做棺材。小子，3开点，先让你见见世面。这尸体要破棺。好孽畜，哟！这麻子不是麻子，
这不是坑人吗？怎么非得朝我来？发明武术的真是个天才，这个男人3下5除2就踢断了粽子的脖子。不过这粽子毕竟是赫赫有名的黄金不死狮，手脚并用，甩开那人就朝外面窜去。小王八蛋，谁让你来这地方的？何大师，那东西冲出了别墅，跑了。外面伤人了没？没伤人，但大白天的，那玩意能扛得住太阳暴晒吗？那是黄金不死狮，生前被人下了金粉，堵塞毛孔，除了9窍之外，全身能隔绝阴阳，太阳如何能晒得死他？还有你们一个个不自量力，就这点本事，还来给人验尸？何大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辛辛苦苦学了一身本事，不还是为钱吗？您能不能把那玩意给抓回来？一口价300万。唐老板黄金不死狮这玩意，你玩不起，还有我白氏店的人，你他娘的要是再敢碰，就别怪老子不客气。大侄子，咱们走。三叔，是他们把我绑过来的。他们绑你，你就乖乖的听话，不会反抗吗？今天你要是被那女尸给吃了，老子怎么跟你爷爷交代？你爷爷没跟你说过吗？你是戴罪之身，妖邪之物都想吃你。知道了，三叔。等我们到店门口时，几个汉子正抡着棍子在白氏店里使劲的砸。姓刘的，什么意思？何大师，您拒绝了二爷好多次，他老人家没耐性了，吩咐我们给您上点眼药，看您是不是能回心转意。放下，别什么事都想着打打杀杀，这破店砸了就砸了，二爷恐怕早就给老子准备好了一个新店。小九，跟我一起去见见二爷。何大师，您早这样不就行了？二爷说了，您要是能帮他解决问题，送您10个店铺都成。别废话，带路。三叔，这个二爷到底是什么来头？找你干嘛？用这种下作的手段，不怕在江湖上丢面子吗？二爷这个人叫李风起，大概70多岁了，风起集团董事长，本地首屈一指的集团公司。就因为听人说我有一种续命的手段，曾经开价3000万，要我帮他续命10年。三叔，世界上真的有续命这种说法吗？有没有？难道你自己不知道？看了你爷爷那么多书，那些记载都变成狗屎拉出来了。董事长，何大师来了。进来吧，别喧闹，董事长喜欢安静。徐小姐，我就在外面候着，董事长要是有需要，直接喊一声就行。小九，跟我进去。李老板，何大师您来了，小心点，别灭了棺材旁边的7星灯。李老板，你这是胡来？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地府鬼差要来勾我命，我总不能束手就擒吧？谁教你的这种方法？李老板鬼神不可欺，你就不怕把黑白无常给引过来？还有替死鬼呢，在哪里？何大师今天是第2天，替死鬼已经走了。何文武，滚！让你滚你就滚，谁给你的胆子，敢对妙手半仙动手的？何大师，您不给我续命，总得让我再找别人吧。这种续命的方法虽然比不上您的夺魂续命，但终究也有一线生机，是不是？不过这诈死之法失败了，您应该看出来了吧？活该！诈死其实就是欺骗勾魂鬼差，找一口棺材，把自己藏进去，再找亲戚朋友举行一个葬礼，代表自己死了。到了深更半夜，再找一个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留在灵堂，用朱砂笔在身上画上符咒，混淆鬼差视听。等鬼差来临的时候，把这老人一刀杀了，勾出3魂7魄。因为生辰八字相同，又有红布遮面，符咒藏魂，所以地府鬼差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李风起开始的时候没有怀疑，还想对方果然是得道高人。直到第2天晚上，李风起从棺材里面猛然惊醒，全身动弹不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后棺材旁边出现2个手持铁锁链的地府鬼差，带着被杀的倒霉老头，用手指着棺材里的李风起，不停地对鬼差说着什么。就在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面天光闪烁，2位鬼差和替死的老头才悄然消失。李老板，法律上没有买命这一说，阴阳界也没有卖命这一说。您说了，这次你触犯了禁忌，谁来了都救不了你。何大师，我知道你号称妙手半仙，能通阴阳，你若是能让我活下去，风起集团送给你都不是不行。大侄子，你替我说，一个人的寿数到底是多少？其实是有限的，不是说你想不死就能不死。当年秦始皇还派人寻找海外仙山，想要永远统治世界，你跟秦始皇比又能怎样？我哪一天死？回魂夜。徐秘书，送客吧。你砸我的店怎么算？徐秘书，赔钱。李老板，我来了。六盘山的脏心人，专门挖坟掘墓，食人尸体。哪里来的疯子，正月里胡言乱语？哈哈，李老板，我的收费可是很贵的。不过你放心，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保证能处理的服服帖帖。走吧，大侄子，3天之后，到时候跟我来一趟，我让你长长见识。大侄子，你先辛苦一下，我去看看定做卷帘门和玻璃门，请2个师傅过来。我回来之前，你得收拾好啊。三叔脏活累活不能光我一个人干啊。不是给你开工资吗？1个月3000块钱，干点小活算什么？打工就要有打工的觉悟。忙活了1个多小时，才总算是把砸烂的东西全都收拾妥当。何老板在吗？三叔出去了，这袋子里是尸体吧？小子，这是尸王的右手，被人砍下来的。
啥玩意狮王？开玩笑吧！百余年间公认的狮王也就这么几具，而且狮王这东西最容易出现在乱世之中。但现在中土国运昌隆，如果不是刻意的去寻，不可能有狮王主动蹦出来。这是从川西百玄关找到的，领队的是本地专业的寻墓人。他们上到崖壁上后，阳气一冲，无数棺材闹腾起来，其中还藏着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狮王。领队带着几个弟兄拼命抵抗，狮王被领队砍断了一条胳膊，8个寻墓人最后只剩下了2个。谁成想就在他们千辛万苦跑出大山之后，断了右手的狮王却追了过来。就在3天前，我路过玉南小溶洞，看到了那2个幸存者全身尸毒入侵，他们交代了我这个事，还让我拿走狮王的右手。这是回魂尸啊，这右手里面可能有狮王的一部分魂魄，所以狮王才会紧追不舍。然后我从后屋拿出来了一面八卦镜，打开了袋子，光芒一照右手，就立刻就微微抽搐，动弹不得。哦吼！可以啊，这只爪子厉害得很，一拿出来就要挠人，要不是袋子上有符文镇压，我也没办法把它带过来。石门百事殿果然名不虚传。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你要狮王的右手到底想干什么？这您就不用管了，要是能把这爪子封起来，您随便开价。彭先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若是封住了尸气不再外泄，那家伙非得发疯不可，到时候生灵涂炭，不知道多少人得死在他手里。30万，你要做到了，这笔钱算你自己的私活，我绝不会跟何大师多说一句。抱歉了，小子，别给脸不要脸。你给的这脸，我大侄子还真就不想要，滚出去！何文武，怎么不服？玉南小溶洞的事情我听说了，别以为你事情做的隐秘就没人知道了。虽说老子没证据，但眼睛不瞎。那位幸存者到底是如何死的，非得让老子说出来吗？石门百事殿我记住了，右手给我，就当我没来过。右手给你，让给你去害更多的人吗？借尸杀人的法子，老子又不是不懂。一句话，要么右手给你，我把你干的好事说出去，要么你就赶紧滚蛋，别他娘的在这碍眼。好，何文武，你有种！三叔，你这是在做什么？抢劫自己店的客人，这不是砸自己家招牌吗？别大惊小怪，姓彭的不是什么好东西。最初这只右手是在刚子手里，姓彭的也并非偶然路过，而是被刚子和狮王的争斗吸引过去的。刚子表面上虽然是被狮王所杀，但实际上身上却有几道刀痕。如果这是真的是彭壮汉所为，他要狮王的右手到底干什么？这东西用处很大，落在某些人手里，恐怕会出事。不行，我得去一趟玉南白马寺。3天后，你去一趟风起大厦，要看着李风起的3魂7魄被鬼差带走。要是没有带走，立刻给我打电话。还有，彭壮汉这人睚眦必报，指不定会回来给你找茬。你要是挡不住，就去地下室开第3口棺材。魏三叔，快带上柜台后面的红色背包去风起集团。李风起死了。地府之中规矩极多，那些勾魂鬼差必须要等到替死鬼的回魂夜才能重新带他走吗？李风起到底是怎么死的？3魂7魄哪里去了？都要查仔细点，明白吗？要是鬼差勾不到魂，是要找我算账的。鬼差勾不到魂，关你啥事啊？还不是你四叔当年惹出的事。好了，先不说了，那只独眼狮王冲出来了，有事再联系。嘿嘿，张兄弟，何大师给您打过电话了吗？我们是专门来接您的。那个面具男不是在你们哪吗？看您说的，他们卖来的大师都是骗子，哪能比得上咱本地的活神仙？您帮忙，董事长他好像要尸变了。你去开车，我拿下东西。张先生来了。我没接话，一眼看去，现在的李风起全身皮肤发青，双手耷拉在棺材边上，指甲变得又尖又锐。张兄弟，董事长他最是今晚阳气下降，李风起就会起尸。不过我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跑？我们伺候了这老头子半辈子，不就是图他那点钱吗？他死之前，我们签过协议，帮他料理后事，能拿很多钱。先生，您要是能解决这件事，钱真不是问题。实在不行，咱们用金刚铸一口棺材，直接埋了。铁棺埋尸，永不超生。你要是觉得李风起的阴魂不找你算账，随便你。去准备糯米，把棺材填满，再准备一批鸡蛋、黑狗血送到屋子里来，你亲自去办，别牵扯上他人。还有面具男呢。他跟我们老板要了8000千万后，说可以处理这事情。当晚屋子里只留了他和老板，到第2天我们进来，李老板就成这样子了，而面具男也不见人影。然后我们调查监控，发动人手，都找不到对方的半点踪迹。这事情的疑点就在面具男身上，看来得想办法先找到他了。张先生，东西去拿过来了。鸡蛋先放在一边，今晚你俩守着，要是李老板要起来，就用鸡蛋砸。如果对付不了，赶紧打我电话。回到店铺后，我一头扎进了地下室，直奔三叔给我说的第3口棺材。戴罪之身，你是张家的崽子？前辈，
我是张家的人。还以为张老头子打定主意要绝后了呢，没想到又冒出来一个，他倒也心大，让你来找何文武。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不过三叔说有事就让我来找你。听好了，以后喊我四叔。哈哈，四叔，我想找个人。你四叔我就擅长打架，找人的事做不来。要是有个懂藏的人也行，最好是不算高手。大侄子，还是你有眼光。想当年，你四叔我也是响当当的字号。你去水上公园找一个摆地摊的算卦老头，那家伙很好找，整天戴着墨镜装瞎子，一只手黑黝黝的，一只手白皙的很。见了他你就说当年在环球国际大厦你欠的3封卦。四叔，谢谢您嘞。不过我想问您一句，您到底是人是鬼？鬼！出去之后，我就跟爷爷打过去了电话。小九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过得挺好的，三叔对我很照顾。对了，爷爷，我是不是还有个和四叔？离和老四远一点，没事别瞎凑合。爷爷，这个四叔到底是人是鬼？不是人也不是鬼，何老四早在18年前就死了，是何老三从鬼差手里抢走了他的3魂7魄，又把尸体装进古棺里面运养，想要何老四修成尸仙。只是尸仙岂能是那么简单的？跟爷爷挂了电话后，我就直奔水上公园。我在公园广场上转了2圈，就看见了四叔说的挂尸。屯谷元俏，富贵悠久。这位女士，您这是富贵命，别人想夺都夺不走呢。大师果然好本事，我家那口子最近又升职了，金饭碗。大师，您再摸摸，看看我会不会克我老公。这位女士，老夫掐指一算，今日有因果缠身，大难临头之征兆，这一卦就算是送给您了，告辞。老公就是这老骗子，他摸我。你个老骗子，敢冒充瞎子冒我老婆？哥几个喊他！老瞎子显然对公园周围的地势十分熟悉，七拐八拐，顷刻间就消失不见。我一路小跑，才隐约看到他的身影钻进了一条小巷子里。哪里来的小辈，不要扰别人读书，快快退去！老爷子，这衣服换得挺快啊。不识字，继续走。今儿要是把那老王八蛋揪出来，老子让他做真瞎子。要不我去把那些人喊回来。就知道今天会有麻烦缠身，不该出来啊！老先生，我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就是想跟您求一卦。不知道您在环球国际大厦签下的3封卦还算不算数？你姓何还是姓张？姓张，老人家怎么称呼？我老人家也是华北第一神算，人送外号黑白卦师。小兄弟，您喊我一声老哥哥就行。当年我欠了何四爷3封卦，只可惜何四爷英年早逝，让人扼腕。现在您代替何四爷来取这3封卦，老汉不敢敷衍。小兄弟，您要算什么？我要算一个人的行踪，可以吗？没有他的生辰八字，没有他的头发血液，不管他是谁，只要你找他，你们的命里就会产生纠缠。我只需要算你，就能算出他来。伸手腰卦。张小兄弟，你要找的人他已经死了，我直接用你的命理推算他的命理。这个卦象叫水雷屯，上震下坎，雷雨交加，是伏羲64卦里面的第3卦，也是有名的下下卦。老哥哥，您这不专业啊！我没有测生死，测的是行踪，哪怕是死了，总得有个地方吧？小兄弟，立涉大川，风起时人死了，可未必不会动。风起集团转来转去，又转回了原点，李风起才是关键。张大师，董事长他长毛了，您能不能快点回来？我俩怕是扛不住啊！把李老板收好，我马上过去。看过9叔电影的都知道，粽子一旦长了毛，必定会被人身上的阳气吸引，有极大的可能会诈尸。张先生，我已经找人定做了铁棺材，加厚的那种，要不要我让人送过来？瞎胡闹，有我在你们还怕什么？你俩把这几面旗4侧墙壁各插一面，7星旗放好后，去带点吃的过来，顺便再拿2瓶粮食金。等他俩走后，办公室就剩下了我和李风起了。这时一阵敲门声传来，这西装男不是有钥匙吗？姓张的，别管闲事，让我走。你是李风起还是脏心人？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看在你三叔的面子上，老子能一把捏死你。李老板，面具男运气不好啊，竟然被你给坑了。当初那位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能不能跟我也介绍介绍？我先把我本体给你介绍介绍。三叔这密宗铁棍这么牛逼，张家小兄弟饶命！我只是求活，你要几个亿我都可以给你，只求你放我一次，我保证就多活一世。李老板，生死是人间大苦，但也是人间最大的公平。嘿，别抓我，我不要去地府。张小兄弟，你帮我一次，我给你5个亿。戴罪之身，人鬼共恨，是张家的小崽子，要不直接抓回去。
两位，我是白氏殿的驱魔人。密宗铁棍，这事够不够还和文武一个人情？够了，和文武连密宗铁棍都给他了，肯定很重视。但是大王那边，大王连张老头子都放过了，不至于为难一个小家伙。小崽子，你是戴罪之身，人鬼共恨，你的出现，我们兄弟俩替你瞒下来了。告诉何文武，他的人情已经还了一个。下次再遇到这种王八蛋，可得着眼点。歇息了片刻，我拎着密宗铁棍出去，看见西装男满眼茫然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这是遇到鬼打墙了。事解决了，你们收拾一下，别忘了把费用结算一下，卡好我回头发你短信。姥姥的，反了天了，竟然敢跟踪我！大师饶命，大师饶命！看您身上阴气浓郁，我才跟着您，想等阴气脱离了，吸收一点，稳固下三魂七魄。定然是刚才身上沾染了太多鬼差的阴气，这东西比不上神佛香火，凑合用吧，尽量早点解脱，死都死了，没必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你他妈的是不是有病？那老汉招你惹你了，孤魂野鬼活得可怜，就不能留条活路？你算什么东西？孤魂野鬼，我想杀就杀。谁给你权利在城市里猎灵？再敢多说一句，本姑奶奶就取了你的狗命！特么的，这是真想杀我呀！混账，还不给王小姐道歉？好了，老何，又没什么事，不过就是损失了一柄手弩，不过他差点打断小姐的手腕，回去后你把他的爪子打断就好了。王老，小九我会教训的，但是打断手没必要吧？打不打断他的手在你，但那独眼狮王，嘿嘿，小姐，我们回去吧，杀几个孤魂野鬼，还要让小姐道歉，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走，跟我回去。三叔，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我给他道歉？明明就是他的错。大侄子，你可知道你张家有罪？很多人都在打你家的主意，你现在要低调，明白吗？那个姓王的老头很厉害，一旦他对你动手，就能看破你的来历。那女的杀了孤魂野鬼，还拿弩箭射我。我看到了，不过同样一件事，换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是你爷爷在这，估计会一巴掌拍的那老头低头下跪。可惜这次是我来处理。走了，五眼狮王快到省城附近了。我跟三叔回店里拿了些东西后，然后三叔就带我一路到了凤龙山。东西都准备齐全了，这次肯定能行。从白老山到碎尸谷，我们一共堵了他3次，死了7个人。何文武，丰龙山是你的地盘，可别让我们失望。丰龙山有一处阴阳对冲之地，那独眼狮王一身阴气，引他到这里最合适不过了。白马寺的明光大师，血袈裟准备好了吗？老僧和3位师弟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各位，待会儿我来引诱狮王进入风水对冲之地。茅山的道友会发动12都天神火阵，这时候白马寺各位会用血袈裟降魔。王老，如果明光大师他们不行，一切就得看您的了。玉南王家的金狮弩才是咱们的杀手锏。区区一具狮王，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王家金狮弩一出，什么狮王镇压不下。爹，你是那个毁了我手弩的人，三爷爷要打断你的手，怎么没断？看来华北的白氏殿果然没把咱们王家放在眼里。小姐，咱们还是回去吧。要说我这大侄子也没个眼力架，连王小姐都敢得罪。不过打断一只手，惩罚还是重了点。不如我赔给王小姐一面镜子，是从清末年间流传下来的。谁稀罕你的破镜子？那手弩是我爷爷亲手给我做的，我就要断他一只手。阿弥陀佛，姑娘，得饶人处且饶人。老秃驴关你什么事？再多嘴，我让爷爷烧了你的白马寺。完了，咱们几个高攀不起玉南王家，更不配见到金狮弩的无上威能。要不您还是带着大小姐离开吧，免得独眼狮王挠掉大小姐一根头发，连我茅山都得被烧了。小姐，这类话还是别说了。明光大师德高望重，德高望重，爷爷都说过了。白马寺的法僧都是一群酒囊饭袋，早晚要一把火烧了这破寺。闭嘴，小孩子说的都是些气话。明光大师见谅了，何先生打断令侄的手，那是小姐说着玩的。我王家坐镇豫南一带，乃是受京都钦点，这事以后就再也别提了。王老哪里话，王家对国有功，又有大杀器金狮弩，我们是极其佩服的。王老和了几把稀泥，众人也再没说话，去提前布置陷阱。三叔，这豫南王家到底是什么来头？你又在谋划他们什么？要说这豫南王家，在70年前可是赫赫有名，一柄金狮弩射杀了无数妖魔鬼怪。不过现在这好东西放在他们家里，肯定是糟蹋了，不如拿过来自己玩玩。来得这么快，去找王老用狮王血激发金狮弩，我去帮忙。王新平这个老头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把金狮弩架在一线天入口，正对独眼狮王。王老前辈，三叔要您准备金狮弩，急什么？现在还不到最佳时机。我转头看去，只见一位白马寺法僧被狮王一脚踢得倒飞出去，三叔扑上去又被打回来。布置都天神火阵的茅山弟子都有一个躺在了地上，也不知道是生是死。都这档口了，这老王八蛋说还不到时候，等人死光了才是时候吗？
嘿嘿，王老前辈，时间紧迫，再不开工，怕是死人会更多。您王家镇守豫南地区，总不希望被人落下画饼吧？现在的狮王全身阴气不散，坚于钢铁，倘若无法一击必中，激怒了狮王，谁来承担责任？姓王的，非逼老子翻脸是不是？混账东西，你想怎样？开工，否则小爷弄死他，射不死狮王，小爷就拉着他陪葬。三爷爷，救我！好何文武带来的小子，我记住你了。王老爷子，恭喜您一击奏效，我就不在这跟您作伴了。小子，今天的事咱们没完，别指望你那窝囊三叔能保你。王新平追不上我，骂了几句，转头朝狮王倒飞的位置跑去。王老先救人！王新平理都不理，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狮王，伸手一拳，独眼狮王哇的一口吐出了一口黑气，被他装进了玻璃小瓶。三叔姓王的去捞好处了，不用管他先救人，先去救霹雳火，他伤的最重。姓王的你特么的就是一头猪！独眼狮王如此强悍，就算被京师弩定在山壁上，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完全失去战斗力。老何，你看这狮王还能蹦跶吗？京师弩破了狮王阴气，一时半会是恢复不过来，等天亮后再处理尸体，基本上就万无一失。何文武，独眼狮王交给我们处理，你们可以走了。你们降服狮王，这份功劳我会帮你们报上去的。吴研究员，这不合规矩吧？狮王是我们拼了命换下来的。我第三研究院直属中途管辖，研究一切超自然现象，108座镇守使都必须要配合我们办事。我去你姥姥的！京都第三研究所了不起啊，研究员就能抢别人战利品了？你们放肆！放肆的是你吧？第三研究所里到底有一群什么货色，谁不知道？而且独眼狮王乃是70年来出现的第5具狮王，研究价值惊人。放下独眼狮王，你们滚！你们滚！第三研究院的蛀虫，我看谁敢拦我！走！反了反了！你们竟然敢对第三研究院的人动手！无敌，老子可不怕你！这件事我会1五1十的传给那位大统领，我就不信你区区一个第三研究院还能翻了天。黄河捞尸人，洛阳白马寺，茅山天门老道，华北何文武，这是我记住了。咱们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老伙，你带大家先把独眼狮王收起来，这东西就算要上检，也得给大统领才行。我去看看王家那边。何先生，老僧和你一起去吧。不劳烦大师了，您在这好好养伤，我带我家大侄子去就行。三叔，王新平死了，但是那小妞还活着。就那小妞胳膊腿跟牙签似的，他拿得动京师弩吗？三叔之前在他面前卖好，那是白卖的吗？把他哄一哄，到时候京师弩我带回去，再找借口说丢了，他能怎么着？三叔，您想讨好他，怕是不行。刚才你们跟独眼狮王拼命的时候，我抽了他一棍子。不行，京师弩一定要拿到手，不然我白装了一路孙子。大侄子，你帮个忙，我在他面前揍你一顿，有你好处。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惦记着我王家的京师弩了？何文武，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让人讨厌。嘿嘿，王指挥使，您怎么来了？张九醉，我要嘎了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王指挥使，小孩子打架没轻没重的，之前在省城，大小姐还差点一箭射穿了我家大侄子的脖子。年轻人的事情，老一辈的人的确不该插手。我这次过来，只是为老三收尸的，顺便保住京师弩。您知道王三爷会死？生死有命，自有定数。老三他应劫而来，躲不过去也属正常。但这位小朋友倒是有意思的很，戴罪之身，张家的老爷子还没放弃吗？王镇守使看出来了，18年前，张家三兄弟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就连你弟弟何四先生都差点被黑白无常勾走了魂魄。张家有罪的家族，这个小伙子，你以后应的劫会更大。有劫才能有进步，他若哪天死了也就罢了，不死终究会变得越来越强。是啊，不应劫如何能进步？只可惜老三了。何三先生，这里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但独眼狮王祭祀，总得有我家老三一份。放心，王三爷该有的绝不会少，而且我还答应过他，他拿手工。王镇守使那京师弩，京师弩是我王家的，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云起，我们走吧。爷爷他欺负我，你的性子嚣张跋扈，我是知道的。这次吃亏也算是给你个教训。你若是不服，以后有了本事再来找他。我既然不管张家的人伤你，张家的人自然也不会管你去伤他。我知道了，爷爷。张九醉，你等着，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欢迎欢迎，我就住省城淮安东路百事店。走吧，大侄子回去干活了。三叔，这个王镇守使很强吗？要是不强，老子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带走京师弩。他是真正得了王通天传承的。老何，京都来电大统领亲自打过来的。三叔回拨过去了电话，还特意背对着我走了几步，只听到三叔嗯了几声，然后沉着脸回来。无敌早晚有一天要跟他算总账，大统领怎么这种事都能应承下来？
这麻子不是麻子，这不是坑人吗？老何怎么办？统领这次开价不低，装备和资金也全都到位，还有一定的权限，让地方治安部进行配合。你去告诉兄弟们，愿意跟我闯一闯的，规矩照旧；不愿意的，我和老三也不勉强。老何，只要是你主事，基本上就差不了。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了，还能信不过你？三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京都那边有人代表官家给了我们个任务，拒绝不了。这次任务很难，但官家抽不出更好的人手来了，而且这次活宝密度很高，手机都得停掉。大侄子，我要是1星期内没有给你回消息，你就立刻回家去找你爷爷，说我带人去了无咒路，剩下的事情你不要管。还有，千万别跟你四叔说。三叔就不能不去吗？大统领就算不给我安排这个活，迟早也要走一遭的。18年了，大侄子，记住我的话，这次我就不回白氏殿了。三叔走后，茅山的天门道长他们捎带着把我直接送回了省城。明光大师，您可知道无咒路在哪里？小小年纪瞎打听什么？看好你的店就行了。无咒路，我知道是什么地方，那个你问我，哈哈，无咒路我知道是什么地方，你问我。来人正是那个喜欢收藏尸体的唐老板。唐老板，您不会又要把我给抓走，去开什么古怪棺材吧？我来这就是想跟何先生讨个公道。我那具黄金女尸价值可是上千万，但何先生他办事有点不讲究，抓走了黄金女尸却不还给我。唐老板，三叔有事出门了，要不您过段时间再来。你是不是没把我唐某人放在眼里？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人搜查这家破店？要是找到了我的黄金不死尸，庆和的他下半辈子就在牢房里过吧。这家伙要是真的申请了搜查令，到时候10几具棺材被发现，估计那倒霉的四叔都得被拖出来晒晒太阳。哈哈，其实呢，我唐某人也不是在乎那几千万，黄金女尸我也可以不要，但你们得赔我另一具尸体，1换1，我唐某人吃点亏也行，大家就当交个朋友了。唐老板，您想要什么样的？前2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大刘庄那边有一栋凶宅，里面有个意外身亡的女生，就是那女尸有点邪门，一般人不敢去碰，所以才想到张兄弟，请您搭个手。这件事做完，黄金不死尸的事情咱们一笔勾销。另外，关于无咒路，你先给我具体的信息。爽快，无咒路在驱魔人的圈子里是一个禁忌，我听人说那是一条逆行通道，是活人能进入地府的唯一一条路。无咒路具体在什么地方？小兄弟做生意可不是你这样的，今晚帮我把事情处理了，我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这是关于那女尸的资料，你先看看，晚上我找人来接你。唐老板，资料我看过了，那女尸是镇宅师，但这东西太危险，你们自己去动手，我可以陪你们过去，我绝不会对镇宅师下手。当下我跟他们讲了关于镇宅师的来历，唐老板听得浑身发毛，但也越来越兴奋。如果那无主女尸真的是镇宅师的话，价值不比那黄金不死尸差多少。小兄弟年纪轻轻，却学问渊博，常某人敬佩。镇宅师既然能通百鬼，必定凶恶无比。只不过世间万物，一物降一物，这镇宅师如此猛恶，也应该有自己的弱点吧？镇宅师体内有百鬼镇压，倘若破坏尸身，百鬼齐出，必定会酿成大祸。所以利器一类的东西一定要禁止。还有吗？镇宅师能吸人精魂，抓他要找一些稳固魂魄的法器，免得三魂七魄不稳。还有他身上的大红嫁衣很奇特，能扒掉就扒掉。多谢小兄弟了，这些建议都挺中肯。哈哈，我就说张小兄弟有2把刷子，没说错吧？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去干活吧，早点干完，早点收工。镇宅师就停在左手边第2个房子。我抬头看去，把我吓得够呛。隔着窗户，依稀还能看到一个女子在窗边梳头。这影子指不定是从七窍中钻出来的女鬼，在窗户边上作祟。小七，你过来。常万清伸手一拍，灭掉了小七双肩和额头上的阳火。张小兄弟，这次出活儿不用你亲自上阵，但是在外面接应一下，如何？没问题，我会尽全力。见我答应他，从包里取出一双黑白相间的手套戴起来，然后和小七一前一后，飞快地朝老房子里走去。唐老板，这2位可是来自晋北地区？没错，原来你也知道常先生的名头。说话间，常万清和小七已经接近了那栋凶宅。小七后面跟紧我。周围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但凶宅里面人影却变成了3个。这镇宅女尸控制不住体内亡魂了，那些被吞的猛鬼要是嗅到他俩身上的人味，恐怕常万清和小七就扛不住了。小七，你先走，我来断后。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急急如律令。姓唐的去开车，常先生这边。小七，丢到尸体。张兄弟，密宗铁棍能不能借我一用？接住。好法器。多谢张兄弟了，不过就是弄脏了你的密宗铁棍。密宗铁棍本就是降妖除魔用的，弄脏了也不打紧。倒是常先生，你没事吧？就是有点脱力，这家伙挺难对付的，但他毕竟有血有肉，比不得虚无缥缈的亡魂。常先生，阿七他
不打紧，就是丢了一魂两魄。哈哈，常先生，您真乃高人也，连镇宅师都能收拾得服服帖帖。大虎带人去把尸体搬进棺材里去。唐先生，这份人情算是还给您了，以后咱们来日方长。别这么见外人情还了，生意还在。常先生，您一身本领，不利用这个赚点钱，真是可惜了。听说最近有一具尸王一直在豫南豫北肆虐。那尸王叫独眼尸王，已经被运回了洛阳白马寺。想要收藏这东西，你出不起价，而且这东西牵涉很深，你参与不进来。张兄弟，我想去你家白事店坐坐，不知道行不行？没问题，正好我跟您请教一下关于梧州路的消息。请，常先生，您这一身本事惊天动地，怎么会跟唐老板这种人打交道？人在江湖，总有一些恩情要还。10多年前，我在省城洗车店打工，不小心得罪了几个混混，然后把几个小混混全都揍进了医院。但是律法无情，把我抓了进去，要么赔钱和解，要么就蹲5年大牢。是唐老板见我身手好，帮了我一把。以后要是没必要，千万别再跟他打交道。常先生，梧州路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在阿尔金山深处，那地方因为沟通地府，阴气很重，就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地方。3年前我追杀一个凶人到过梧州小镇，要不是我跑得快，怕是早就魂飞魄散了。姥姥的，那是个什么鬼地方？三叔去了扛得住吗？何先生乃是华北地区的精神支柱，而且霹雳火、捞尸人、洪铁拳这些人全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几个人联手在梧州小镇里面，也没人愿意招惹。怕就怕他们的任务是要进入梧州路，那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有没有进入梧州小镇的地图？梧州小镇没有地图，但我能给你简单的画出一条路来，但我不建议你过去。我俩一边聊一边喝水。第二天，常万清已经没了身影，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一个电话号码。姓唐的又是你，你得活我不会再接的，看见你一次就倒霉一次。张兄弟，这次还真不是找你出活。今天晚上长安区有个驱魔人交流会，听说有人是从梧州小镇回来的。我寻思着小兄弟在打探梧州路的消息，所以就赶紧通知您。我知道了，唐老板请回吧。小兄弟，我唐某人在省城这块也算是交友广阔，交流会上的规矩，成名的高手也算是知道的不少。我带你进会场，解决一些小麻烦，你帮我长长眼，购买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免得被人骗。虽然姓唐的不是东西，但他在本地也算是手眼通天之辈，这次拍卖会说不得还得用得着他，没问题。唐老板见我答应，就笑眯眯的转身离开。我把门反锁上，转头朝地下室走去。四叔您在吗？那个拍卖会你最好去一趟。四叔您都听到了？废话，这点本事都没，凭什么当你四叔？以前这种交流会都是老三过去镇场子的，你要是去，别夺了白事店的威风，明白吗？有人找茬下死手弄他，圈子里的事就算是出了人命都不会进宫的，真要顶不住了来找我，四叔帮你弄死他。那就劳烦四叔了，这次我去交流会，四叔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别客气。大侄子，要是有100年以上的修尸木，记得帮我买回来，这东西对我有大用。四叔，修尸木您好像用不着啊。你知道个屁，四叔，我18年没出过门了。这样，柜台后面有一摞银行卡，挑工行的那张密码6个6，要多少钱自己去取。还有把黄色的背包带过去，要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拿包里的东西换。您放心，等我好消息吧。哈哈，冯老板，好久不见。唐老板来得挺早，这位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白事店的张小兄弟，张九醉，妙手半仙和大师的弟子。这位是交流会主持人，做的是古董生意，姓冯。何先生跟我是莫逆之交，平日里他都喊我一声冯老哥。今天你看上什么东西，只要有标价的，一律8折。谢谢冯叔。好了，两位先进场，待会儿人到齐了，交流会就正式开始。冯老板是华北一带最大的阴阳商人，手下掌控着2家阴阳店铺，只要有需要的货物，他基本上都能调得过来。哈哈，唐老板你也来了。唐老板转头一看，立刻笑着寒暄起来。我却趁着这个机会离开他，看看有没有人换修尸木。这人身上阴气这么重，鬼鬼祟祟，什么东西？嘿，这是哪里来的小子？连黄河镇守使的儿子都敢惹！好小子，我不管你是谁，要是不跟我道歉，我就废了你。镇守使的儿子怎么了？还真以为全天下都得让着你是不是？都住手！交流会上禁止争斗，两位倘若再乱来，就请回吧。冯叔，我俩就是手痒痒了，胡乱切磋一下，要是打破了什么东西，算我头上。刘公子，莫要让老夫为难。好，冯老板，我给你面子，不在这闹事。小子山不转水转，你给我等着。各位，这次能来交流会都是给冯某人面子，我希望大家不要在会场上闹事，有什么恩怨，等结束之后再解决。冯老板放心，规矩还是要守的，要不然交流会上打成一团，成何体统？哈哈，小兄弟怎么称呼？张九醉。人间有酒醉，这个名字有点不吉利。我叫周天齐。刚才小兄弟用的铁棍看来不简单啊，有点像是雪域密宗的传承。周先生眼光很好，
这东西是三叔送给我的。如此宝物，小兄弟想必是不肯割爱的。不过小兄弟哪天若是遇到困难，如果愿意以密宗铁棍为酬劳，我周天齐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考虑给先生联系的。周先生，冒昧问一下，交流会上是不是有来自无咒小镇的驱魔人？当然有了，小兄弟想知道什么？最近可能要去一趟无咒小镇，想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若是他们有修尸木的话，也想花钱购买。实不相瞒，我就是刚刚从无咒小镇回来。修尸木我也有3段，不过当初我们为了修尸木，死了2个兄弟，其中一个到现在都昏迷不醒。你若是能拿得出我需要的东西，我愿意跟你私底下交易。周先生，您需要哪些？最好是太阳金乌的内丹，如果没有的话，用烈火蝾螈的血液代替也行。太阳金乌似乎早就绝迹了，就算是有，这东西也厉害得很，没有人杀它的例子。烈火蝾螈那是生长在地下岩浆附近的生物，一身血液至阳之刚。周先生，这些东西我都听说过，但从没见过，相信这场拍卖会上你也换不到合适的。小兄弟博学多才，周某人佩服。你既然知道这3样东西，可能推测出他是被什么东西所伤。太阳金乌的内丹、烈火蝾螈的血液都是至阳之刚，如果是用来救人，说明这人体内阴气难以拔除，造成这种伤势的大概有3种：极阴极煞、无相天尸魔以及黄泉不尘世。大哥，这小兄弟很厉害。去取修尸木过来，另外告诉冯老板，今天的交流会我们只有2段修尸木可以进行交易。过不多会，那个汉子手里捧着一个3尺多长的盒子走了过来。既然小兄弟需要修尸木，恰好我们有，这东西就送你了。啊，送我了？我送你修尸木是一种投资。小兄弟博学多才，手持密宗铁棍，运短之间毫无志色，这是朋友之间的礼物。你若是拒绝，就是看不起周某人了。周大哥愿意结交，小弟受宠若惊，小弟也没别的好东西，这玩意儿就送给大哥玩玩吧。兄弟赠物必定不同凡响，能说说这东西的来历吗？此喜是张献忠以精魂融入大西国运，制作鬼王印玺，手持印玺能够压制阴魂厉鬼。兄弟，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周大哥，那你就是不想结交小弟了？些许外物岂能比得上结交一位少年英豪？这东西我收了，以后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不过兄弟，你若是要去无咒小镇，最好准备点东西。大哥可有什么好点的建议？1朵辟邪的阳火是必须的，如果条件允许，烟火最好也要1朵。这样我的电脑里还有一份电子地图，待会儿我传给你作为参考。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他手里有1朵黑色佛火，是用佛门舍利子培养出来的。他以前跟我说过想出售这1朵火焰，但却找不到合适的买家，不如你去碰碰运气。没问题，那位前辈住哪里？有电话吗？他住的有点远，在白洋淀附近。待会儿我把具体地址发你手机上，要是买不到就回来，我再想别的办法。那就这样，我现在去订票。开我车去吧，那地方开车比较方便。我也没拒绝，开着车一路狂奔，很快就到了周天齐说的地方。这里是个废弃的村庄，进了村口我才走2步，发现破旧的农村街道上竟然密密麻麻地站着无数惟妙惟肖、表情丰富的纸人。荒废的村庄，满大街的纸人，还有四周隐隐吹来的凉风。我壮着胆子，一路朝着亮着灯的房子过去。武天林前辈在吗？深夜来访，实属抱歉。进来吧。我进来后，屋子里面竟然是灵堂的布置，棺材是纸扎的，只不过外表擦了颜料，看起来跟木材类似。里面也是一具纸人，一身大红色的嫁衣。卧槽，这是要娶亲？你是哪来的小鬼，擅闯王妃闺房？孩儿们把他嚼了！一群狗东西就能吃定老子了，敢对驱魔人动手，今老子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我从包里摸去，拿出了一个白森森的头盖骨，这东西凝聚了尸王残留的怨念和阴气。揭开上面的黄符，一阵寒风吹过，周围的群狗顿时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好凶悍的家伙，快走快走！你再跑一步，老子把棺材里的纸人烧了。这是不是你家？是我家。武天林老先生，你认识吗？认识，那是我爹。爸，你算计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武前辈，你好。喂，别来打搅老子！前辈，周天齐大哥介绍我来的。姓周的，他从无咒路回来了，你找我干什么？周大哥说您身上有1朵阳火想要出手，所以来问问前辈您需要什么。老夫的确是有1朵阳火需要出手，不过老夫不缺钱，我想要我儿子复活，或者方法，或者东西，哪怕是情报也行。老东西，本王做鬼做得好好的，谁想要复活了？你放开我白洋淀，还有本王18名大将，他们还等着本王回去掌管全局呢。我为了抓你，故意用女子阴血藏于纸人身上，这才引你出来抢亲。小武，这次你落到我手里，不想复活也得复活，还有你没有我需要的东西就滚蛋。前辈，您要说复活，我还真知道一点消息，曾经有人利用某种方法复活了自己的爱人，但这种逆天行事必定会遭报应。老夫不怕遭报应，你且说说。前辈可否让晚辈先看看火焰？既然是交易，你的要求也符合道理。我这1朵火焰叫灵魂黑火，
来自万王山。好，不知道前辈有没有听说过100年之前的风百魂？就是那个杀进地府又硬生生杀出来的驱魔人。但是据说风百里虽然带出了自己妻子的魂魄，却因为连番大战，妻子魂魄最终散逸。你是在骗我吗？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风百魂的妻子死了半年有余，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他偏偏要耐着性子一直等下去？那是为何？因为复活本就是逆天行事，只有在新时代复活，才有可能在动荡之年瞒过天机，让他的妻子重活一世。随后我跟武天灵讲了另一个关于风百魂的记载，只听得武天灵的眼睛直亮起来。你是不是编造了一个故事来骗我的灵魂黑火？是真是假？前辈心中总有自己的判断，您若是认为是假的，那晚辈扭头就走，绝不逗留。我儿子阳寿未尽，但死于仇家陷害，连三魂七魄都丢了一个，以至于现在都神志不清。敢问小兄弟，除了地心融魂草、九转还阳草、回魂咒，其他100多种珍贵物品可有名录？没有名录，这些东西都是当年风百魂自己推演出来的。消息有价值，但不足以换取我的灵魂黑火。前辈，我这次求一朵阳火，其实就是为了闯一闯无咒路。我会再帮前辈取一株地心融魂草。地心融魂草很少见，我不确定你能不能拿到。这样，把你手中的密宗铁棍给我当做抵押。如果是抵押，只要价值相差不大就行。我愿意用一尊无量黑佛代替。如果我找不到，这根黑佛就是您的了。无量黑佛可是13年前那尊能把人吸成干尸的黑佛。年轻人，你到底是谁？我叫张九醉，来自省城的白石殿。何文武是我三叔。原来是妙手半仙的晚辈。看在何先生的面子上，这尊黑佛就当作是你的抵押物。我给你3年时间，如何？多谢前辈了。这一朵火焰陪了我10几年。张九醉，你若不想火焰熄灭，最好每个月都要用阴魂来培养，不然火焰退化，最终熄灭。拿到阴火后，我就开车回了白石殿。刚到屋里就来了个电话。你是张九醉？你是谁？来无咒小镇，不然何文武死定了。对方说完后就挂了电话。没一会，三叔又打来了电话。大侄子，无咒小镇出事了，有人可能会盯上你们老张家。告诉你爷爷，就说无面人知道张家有后了。无面人是谁？他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怪人，难道是他？我心乱如麻，足足过了好一会，才拿出手机拨通了爷爷的电话。小九，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三叔的事情交代了一下。慌什么？老子还在呢，看你那点出息。爷爷，那个人说会弄死三叔。狗屁！18年前那群王八蛋都没弄死他，几个无面人就能行吗？无咒小镇那边的事不用你管，老老实实的待家里别出门。跟爷爷挂了电话后，我拿出修尸木，一头扎进了地下室。大侄子，可以啊，你竟然真的把修尸木带回来了。四叔，这东西用鬼王玺换来的。就那个破玉玺，他的玉玺压制那些孤魂野鬼也就罢了，真对上地府鬼差，屁用都没。换了就换了，修尸木才是好东西。这修尸木怎么给你？直接放在棺材上就行。四叔我自有办法。18年了，老子终于能出去透透气了。大侄子，你怎么闷闷不乐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没有，四叔，你看我还换来了一朵灵魂黑火。大侄子，我灵魂外露，所以对人的情绪感觉十分敏锐。你有事瞒着我，老三是不是出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让你把修尸木拿给我的。三叔去了无咒路，好像还出了点事。老三这是办的不地道，这么好玩的事竟然不等我。大侄子，你放心，四叔我马上过去帮他。欺负老三的是人是鬼？叫什么名字？好像叫无面人。无面人，老子记住了。大侄子，我走之后，要是店里有什么事，就开第6口棺材。四叔，这第6口棺材也是我的叔叔吗？这是你三叔打服的黄皮子，灵魂和尸体都锁在了里面。不过你放心，这家伙听话着呢。知道了，四叔，我就先上去了。常大哥，你怎么来了？阿杰好点了吗？三魂七魄已经稳住，只要再养个把月就能活蹦乱跳。倒是你这脸色，有事？常大哥，听说过无面人吗？这人是什么来头？你怎么惹上他们了？如果真的是无面人，事情比你想的严重的多。无面人到底什么来头？他这么厉害？无面人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而且是一群有命格缺陷的人，也是驱魔圈子里的一群毒瘤。他们到处寻找特殊命格的人，杀他们来补全自己的命格。无面人盯上谁，谁就必死无疑。如果他们找不到，会不会放弃夺我命格？不可能，除非你弄死他们，或者他们弄死你。如果你不出现，他们会用各种方法逼你出来。不行，我必须去无咒小镇。他们盯上了三叔。从道理上讲，我应该劝你不要去，但我实在是说不出这种话来。这样，你要去无咒小镇，我陪你走一遭。常大哥，这是您没必要掺和进来。你都喊我大哥了，我岂能袖手旁观？不过想去那地方，还得做一些准备。阳火起码要有1朵。阳火我还真有1朵，是白洋淀求来的灵魂黑火。
灵魂黑火专门灼烧灵魂的火焰，有这一朵火焰，事情就好办多了。这样，我去一个老朋友那借点装备。这事就这么定了，无面人都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这口气不能忍。老大，你亲自走一趟无咒小镇。行，无咒镇守使和西北镇守使那边怎么解释？咱家退隐18年再出去，恐怕会被人针对。不服气那就打一顿。当年老子还带他走过无咒路，他敢放屁就别客气。地府那边怎么解释？他们不允许咱们家的人靠近，倘若引起了生死纠纷，恐怕京都那边不答应。今天晚上我过一下阴，去地府那边递几句话。老五，把那柄黑白剑处理一下，我要带剑魂下去。就在老爸准备行囊赶往无咒小镇的时候，一辆汽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还是这个大侄子好，连修尸木都能弄到手。18年没打架了，这次不知道能砍几个，可惜了。我那乖乖大侄子看不见他四叔的威猛，要不想办法把大侄子弄到无咒小镇来。东西差不多都齐全了，够咱俩闯一闯无咒小镇。我看了一下，绳索、汽油、铁锹这类必备的工具就不说，辟邪衣、寻灵镜、摄魂香等一些东西更是准备了双份。憨憨，去无咒小镇不准备充分点怎么能行？就是没弄2把狙击枪，这东西对付妖魔鬼怪作用不大，但防备一些凶人却是必要的。这玩意儿有没有都无所谓，咱们驱魔人最好还是真刀真枪的，跟人斗比较爽快。我们装备多，只能选择开车，顺着高速公路一直往前进了且末后，就遇到了沙尘暴。是阴气散逸，所以才形成了沙尘暴。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引起天地异象？这沙尘暴来得好快，说明那邪祟出现的地方距离我们并不远，而且罗盘显示有尸气，只是尸王出事，恐怕也没这么大动静。比尸王还厉害的僵尸，难不成是旱魃？要不要去看一眼？就远远的看看，万一真是旱魃，跑还是能跑得掉的。现在毕竟还是白天，旱魃要是再赶出来，太阳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开了1个小时，才看见前面停着7、8辆越野车，停在一个大坑旁。我拎着密宗铁棍下车，朝深坑里看了一眼，正中间上面有一口巨大的棺椁，棺材盖不翼而飞，里面都是乱七八糟的腐烂物。这棺材不是给人用的，是腾壳里的摸尸人，他们要下去了。我转头一看，几个男子在腰间系上绳索，准备顺着流沙倾斜向下。让他们探探路也好。根据阴阳罗盘显示，湿气的浓度一直在下降之中，这说明里面的大凶之物已经离开，或者是应节消散了。那几个男子其中一人已经到了巨大的棺材旁边，戴上摸尸手套朝棺材里面抓去，然后拿出来了7、8件乌漆嘛黑的东西。过去看看，那是他们的东西，咱们过去会不会被敌视？摸尸人是出了名的要钱不要命，他们冒险第一个下去，就是为了弄出东西现场发卖。各位天大地大，赚钱最大。我们是腾格里的摸尸人，那口巨大棺材里面一共捞出来了8件东西，50万一件，现场付钱，现场交货。拴着绳子下去跑一趟就要赚400万，这买卖是不是做得太轻松了一点？是滇南五兄，你以后尽量离他们远点，这几个都是嘎人不眨眼的主。这位先生，这话我可不耐听了。刚才乌云和太阳的抗争，大家都看到了吧？说不定这里就是西北旱魃的藏身之地。万一那旱魃藏在流沙之中，侵袭活人，还不是我们先挡着？50万算个屁，小爷全买了，现金还是转账？哈密龟王，这里这么多人，你全都独吞，不好吧？别人我不管，允给我意见。晋北降魔手也要2件陪葬品分析分析。眼看大家纷纷掏钱，那摸尸人顿时乐得眉开眼笑，就连滇南五兄都冷冷地哼了一声，交了100万，换了2件黑黝黝的陪葬品。兄弟，你学问比较高，看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能葬在主棺里面，应该不简单。我努力分辨着铜镜背面的花纹，然后又朝其他人扫了一眼，8件东西，有铜镜、铁剑、玉佩、铜简。忽然间一个念头陡然从脑海里冒出来，看到了几口棺材的位置，拿出阴阳罗盘相互对照了一下。没错，是八王拜师。兄弟，什么是八王拜师？这事还得从西晋末年说起。传闻八王之乱开始之前，以汝阳王为首的藩王曾经邀请其余司马氏藩王开展过一次如何争夺政权、成为晋王朝的真正主宰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几个首屈一指的江湖术士，给出的意见是用八王拜师压制晋王朝的国运。而八王拜师就是8个皇族藩王的子嗣，手持8法器，以跪拜的方式作为陪葬品，祭拜一位不可知的存在。从那以后，晋王朝国运动荡，拉开了王朝毁灭的序章。再后来，魏大帝崛起，在民间奇人的带领下，找到八王拜师的墓葬，用异族皇族的尸体替换棺材里八王子嗣的尸体，迁移到西域荒僻之地，汉民族才得以重新崛起。但你这么说，咱们现在就走，这件事掺和不得。悄悄走，别惊动他们，都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家伙。倘若有人想抓那不知名的尸体，咱们恐怕不好脱身。这位小兄弟果然博学多才，八王拜师这种古老的诅咒都听说过，不如小兄弟跟兄弟们说说，这具尸体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位大哥格局小了呀，这点小破事，拿家伙对着我们，不是有点看不起人了？
哈哈，驱魔人之间的事，用这玩意的确有点掉面。这口大棺材里面到底是个什么存在？兄弟们也不亏你50万买一份信息，成不成？有钱好办事，大家出来混，不就是图个钱吗？那尸体，其实我只是看过相关的记载，记载上写的是仙人的尸体。真的有仙人尸体？小子，你可别哄骗我们。各位若是不信，就当我说的是个笑话好了。记载上也仅仅只是猜测，而我也不曾亲眼见到棺中之物。至于是真是假，我们兄弟还是能自己判断的。哈哈，小兄弟受教了。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仙人的尸体如果跑出去的话，最有可能会去哪里？仙尸来自于海上，又常年被镇于干旱荒漠之地，如果要跑，当去水源之地。我是的。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爷爷的钱也敢赚活腻歪了，墓地里面的几个摸尸人，让他们留在里面陪葬好了。各位不必紧张，我们兄弟几个其实就是这性格，爱财如命。这几个摸尸人敢从我们这空手套白狼，他们不死谁死？既然如此，各位好自为之吧，告辞了。这个驱魔人一走，周围的驱魔人一言不发，纷纷上车。对他们来说，无咒小镇才是真正的目的地。朋友，我们也赚了50万，不会也要翻脸吧？哈哈，哪有的是，我这个人最讲究公平，这位兄弟提供的消息却远远超过了他得到的50万。我叫崔大雄，交个朋友。张九醉，张小兄弟，那具仙人的尸体估计很值钱，要是能抓起来，有你一份功劳。不敢，我们对那具尸体不感兴趣。秦始皇都想见的仙人尸体，岂是普通尸王所能比的？小兄弟不感兴趣，那我们兄弟就去碰一碰他。他们的车消失在视线之中后，我才松了口气。真特么的残暴！在中土的凶人里面，滇南五凶只能算是中等，像被棺人、葬魂老汉、包皮仙子、大虫术师，那才是1等1的残暴。以后要是遇到这种层次的凶人，赶紧跑！被这件事一闹，我俩直接就顺着车尔陈河一路南下。太阳刚落山的时候，不成想前面一群亡魂挡住了去路。下车关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多孤魂野鬼聚集在这里，小心一点，若有不对，我们立刻逃。哭个屁！大仙来到此地吃你们的精魂，那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分。是仙人的尸体，在吃精魂补全自身魂魄。卧槽！滇南五凶的车过来了，这里这么多亡魂，他们这是找死。老二清理残存的亡魂，老三带着钟馗持鬼镜，看见鬼王就知道特么的，我去引那个尸仙。活人闯山找死！哈哈，钟馗吃鬼镜，果然是好宝贝。老四准备好燃烧弹，我把他引去镇尸官的位置，要是跑不到镇尸官的位置，就用燃烧弹烧他。烧坏了尸体就不值钱了，咱们这一趟岂不是白干了？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钱？这王八蛋凶得很，先保命要紧。跟上去看看谁胜谁败。老五开棺，姥姥的钥匙没用，兄弟几个能跑一个算一个。老五打开棺材后，软尸香的味道从空气中快速的弥漫出来。那尸老头被软尸香吸引，瞬间忘了滇南五凶还在旁边虎视眈眈，身子一跃就已经跳进了棺材里面，压住了软尸香下面的机关。棺材盖被弹簧带住，直接跟棺材牢牢的结合在一起。老四快拿绳子来，先把棺材捆住。这是仙人的尸体，放在无咒小镇里面是能卖大价钱的。老二怎么样？吸了一口尸气，怕是冲了肺腑。我刚给他喂下了抗毒丹，看样子得休养几天才能缓过劲来。没死就好。来，哥几个先把棺材搬上车，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众人也不以为意，抬着棺材准备先装车上。不成想就在这时候，一股若有若无的黑气从棺材缝隙里面冒了出来。这5个家伙要倒霉了。那老头虽然吃了软尸香，全身没有力气，但一肚子湿气可是腐蚀性极强。下一秒，棺材盖破开，绳索陡然飞起，沉重的棺材盖砸在老五的身上。白衣老头从棺材里面一跃而出，直接朝黑暗中遁去。我约你姥姥的，上车给老子追！今儿要是追不上这王八蛋，咱们不算完。要不要追上去？不追也得追了。常大哥，他们去的是无咒小镇方向。那咱们抓紧点时间，从百鬼山到无咒小镇距离不算远，但路况特别差，200公里起码要走6个小时才能到。我和常万清轮流开车，刚刚进入阿尔金无人区，前面冒出一个男子，正在笑盈盈的对着我们的车招手。2位，我并非害人的邪祟，只是因为我的车陷进了草滩子里面。2位可是去无咒小镇的？师傅来自哪里？小僧来自少林，法号7岁。7字辈，那是少林48将魔法僧特有的辈分。既然大师求助，我们也理当伸手。我叫常万清，来自晋北，这位是我的兄弟县长，来自华北。原来是晋北的降魔兽常先生和华北的镇魂者，2位仗义相助，小僧感激不尽。
敢问大师，可曾见到一辆白车，还有一个白衣飘飘的白胡子老头？大概在2个小时前见过，这老人凶悍得很，见小僧停车，竟然扑过来想吸小僧精气。我开车加快速度，但车速一提起来，就有点把控不住，一头给扎进了草滩子里面。然后我拎着降魔杵刚跟这老人刚斗上一斗，滇南五兄开车追了上来，那老人转头就跑，没办法，我只能徒步前进。结果碰见了2位，这才拦车求助。我听到7岁大师娓娓道来，心中的戒备已经放下了80%，然后把后排收拾了一下，腾出一个可以供人乘坐的位置。这次多谢2位了，不然从这距离无咒小镇还有150多公里，要是凭2条腿，不知道要走几天呢。我们闲聊之中，时间过得飞快，150多公里的距离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驱魔人立刻停车接受检查，报上你们的名字和来历。7岁大师进入无咒小镇还要检查。无咒镇守使从来不管无咒路，他们的任务是防备无咒路的地府亡魂。难不成无咒小镇发生什么事情了？晋北降魔手常万清，华北镇魂者张9岁，少林寺法僧7岁。抱歉了，最近有一批外来者想要接引无咒路里的亡魂，镇守使大人要全面检查最近来无咒路的所有人，进去之后尽量少惹事。你敢信这个无咒小镇房租竟然要30万1个月？1天1万，驱魔人就算有钱也架不住这么个花销。2位30万1个月，别嫌贵，在屋子里住是保命的，住在外面晚上会有阴气入侵，那是要没命的。不过少林寺在这边有1处房产，2位若是不嫌弃的话，可以过来住住。那就打扰大师了。张先生，贵重的装备不要放车里面。无咒镇守使有责任保护房间里的租客和居民，但是街道上的事情却一概不管。几位，我有地心融魂草，要不要来送你们？只要帮我杀了被关人，地心融魂草就是你们的。疯老头，你想死自己找个房间吊死，别他娘的连累了我们。这就是个疯子，别理他，我们走。 2位房间虽然小了点，但少林寺驻地安全性还是比较可靠的。7岁大师，我们不过初次见面，你为什么敢邀请我们进少林寺的房间住宿？折卷。疯老头，听说你又找了几个人杀我？是被关人，别说话。被关人，这次我找了几个真正的外来高手，他们已经收了定金，你就等死吧。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样有意思，只是可惜你年纪太老，不符合我的口味。 这辆放马人的车是谁的？好汉敢出来吗？放马人，我透过窗户口看到我们的车上卡着一株碧绿色的小草。特么的，那疯老头什么时候把地心融魂草别在咱们车上的门把手上面了？这麻子不是麻子，这不是坑人吗？敢收那一株的心融魂草，怎么就不敢说话呢？既然要藏，那就乖乖的藏好，别让我看见你们。你们车上的味道我已经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完之后，就听那个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打开房门就朝门口的放马人走去，车屁股上多了一个如同常人的2倍大脚印。那个白发老头跪在街口。3次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面。你想杀被关人，总不能这样坑我们吧？哟，还真敢接下地心融魂草啊！这年头敢杀被关人的勇士可不多了，大兄弟加油啊！被人坑了，这玩意儿怎么处理？ 先留着吧，这是修补灵魂的好东西。你们要去无咒路，有这东西也算是多了一重保险。你们一路开车，先休息休息再说。我去外面探探消息。要是有我3叔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他叫何文武，是华北地区的镇魂者。还有关于无面人那边，一定要多注意注意。7岁大师点点头，换上黑衣，头上还戴一顶帽子，就匆匆离开了房间。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俩正在睡的时候，传来开门的声音。是谁？是小僧回来了，要命的家伙来了。 少林寺法僧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偷摸摸的探人隐私了？小僧行事不敢违反寺院戒律，只是尔等秘密抓捕驱魔人，酿造养魂酒，就不怕无咒镇守使知道吗？无咒小镇有无咒小镇的规矩，我等不曾违反规矩，镇守使大人又何必跟我们一般见识？跟着秃驴多说什么？派人在这守着，只要这秃驴敢出来，就把他给收拾了。大师外面的家伙是什么来头？他们是享乐赌场雇佣的恶鬼打手。 无咒小镇还有赌场，那是一个大型的阴阳店铺联盟，叫黑白财团，主业是收购无咒路里的各种特产，然后拿去内地赚取他价。享乐赌场只不过是黑白财团下面的一个分支机构。你是怎么招惹上他们的？按理来说，做生意的人都是和气生财，不会擅自对客人动手。 2位，无咒小镇跟内地不一样，这里没有王法的。我就是在享乐赌场探听消息，结果犯了忌讳，想把我塞进赌斗场里面赌生死，这才被对方一路追赶，堵在了我们门口。对方离开了，
我在享乐赌场见到了无面人，一共有6个，都是了不起的高手。有没有我三叔的消息？没有，我问过专门贩卖消息的人，最近进入无咒路的人都没有何文武先生的踪迹。我推断他很可能还滞留在无咒小镇。要去享乐赌场需要注意些什么？张先生，无面人就在那边等你，你这是找死。没办法，有些事情总得要去面对。无面人盯上了我，迟早会找上门来，倒不如先看看他们，将来也好应对。你若非得去也不是不行，但有一点要记住，千万别在里面惹事，低调。当下我和常万清收拾东西，趁着夜色朝享乐赌场的方向走去。而在无咒小镇的另一端，5个壮汉正在对峙着一个壮汉。崔大雄，别特么的用那种眼神看我，说吧，那个白衣服老头跑哪里去了？姓何的我们兄弟在百鬼山跟他大战一场，为此还伤了2个兄弟，现在马上就要抓到他，你却来横插一个，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就你们那熊样，还他娘的跟老子讨价还价了，是不是觉得老子18年不出事，觉得老子废了？姓何的当年你犯了什么事？别人不知道，我们兄弟几个可知道的清清楚楚。你杀了2个地府鬼差，还偷走了1页生死簿，到现在地府的10殿阎罗都把你列为头号通缉犯，你再逼我们，信不信老子直接把你告发到地府？大家一拍两散，谁特么的都别想好过。好啊，拿18年前的事情来挤兑老子是不是？今儿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们几个，你们还不知道我和恨天的手段到底有多辣。尸气白色的，他真的要修成尸血了。何四爷饶命！现在知道叫四爷了，还想拿地府来压老子？当年若不是有老张说情，老子能把黑白无常给灭了，你信不信？说那白胡子老头在哪？在小阴湖里面，那是被关人的地盘。带着你的人滚吧！今儿四爷我心情好，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周老头，18年了，还这么喜欢藏在暗处偷窥，你这破毛病怎么就改不了呢？18年了，大名鼎鼎的何恨天再次出现在无咒小镇，我总得过来看看是不是。不过这么多年来，你好像变了很多。当年你杀人如麻，我还以为那5个家伙今儿要死在这呢。别扯犊子，那几个家伙身上绑着雷管，你当老子不知道？要是雷管一炸我那大侄子弄来的修尸木，岂不是就浪费了？倒是你18年了，还在这当你的西北镇守使。我在无咒小镇待了20多年，对这也有了感情。这次我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要干什么。你知道的，当年因为燕山张家的那件事，让大统领很难处理。放心，这次我过来不惹事，就是想照顾照顾我那可怜的大侄子。跟着人瞎跑来无咒小镇这种鬼地方，他要是有个3长2短，我们张何两家以后岂不是连个上坟的人都没了？他是戴罪之身，人鬼共恨，来无咒小镇不是找死吗？那小家伙现在在哪？跟少林寺的7岁小秃驴在一起，今天可能要去享乐赌场。混账东西，那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王八蛋，真要有个3长2短，你们18年前的苦头岂不是白吃了？我告诉你，现在有外来者想接引18层地狱的恶鬼出世，你别在这档口给我添乱。周老头，你这话就没意思了。别忘了，当年若是不是我们地府鬼差，早就把无咒小镇当成进入阳世的桥头堡了。好了，大侄子那边反正交给你了，你去呢？当然去找被关人了，他想找我家大侄子麻烦。还有啊，那具白胡子老师是我预定了的，老子能不能修成尸仙？这家伙能给我很大的气。燕山张家那边有没有人来？理发大概率是来人了，不过你也别多想，张家赶出燕山，肯定上下关系都处理好了。无助，张家那边来人了，我想很可能是张大先生。张九岁那边，你让人盯着点，千万不能让他出事了，要不然张家那3个家伙能把无咒小镇给拆了。他收起对讲机，猛然间抬头朝远处看去，镇子外面一片深蓝色的火焰陡然升起。极寒冰焰，好大的胆子，敢在无咒小镇外面点燃阴火！他想都没想，骑着摩托车顺着街道朝着火的地方冲去。而此时的我已经和常万清走进了享乐赌场里面。2位新来的，怎么不欢迎嘛？哈哈，没事，有钱赌钱，没钱赌命，在场子里面2位随便玩。刚来了2只水鱼，随便宰，一个应该是晋北的降魔手，另一个呆头呆脑的，绝对是第一次出门见世面。收到，正好有客人缺1条命，那个年轻的应该能卖个好价钱。2位兄弟第一次来享乐赌场，您是哪位？别紧张，我就是个赌客。各位要是不熟悉这，可以让小弟给2位当个向导，只需要付点小费就可以。你在无咒小镇多长时间了？怎么收费？9年多了。2位老板，我价钱不贵，一天只需要30万就行。30万不贵，买你1天时间。哈哈，2位老板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不过有一句话想给2位提个醒，那几只黄皮子惹不得，据说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条大蛇，很是凶猛。我们来享乐赌场就是来发财的，你跟我说说。
赌什么最赚钱？当然是赌命最赚钱了，只要赢一场就能让您发一笔横财。您若是不敢下场，也可以在外围下注，不过下注只接现金，不接特殊法器和材料，除非是最高端的赌局。别废话，爷们儿不差钱，最高端的赌局接不接受法器下注？然后常万清从包里拿出了一面小黑旗，顿时吸引了周围很多人的视线。黑色魂旗那是常魂的最佳法器，好东西。哈哈，恰好今天还真有个高端赌局，您稍等一下，我去找赌场里的负责人去问问。黄牙上去后不一会就带着一个双脚不着地人走了过来。这位是叶大人，是赌场里的负责人。大人，就是这2位驱魔人。带上东西去2楼。有劳叶大人了。叶大人带我们刚上2楼，里面的客人就齐刷刷的转过头来朝我俩看来。是无面人。叶大人怎么又来了2个？赌命还没开始，自然不禁来客，而且他们的赌注是一面黑色魂旗，在座各位应该有想要的。晋北的降魔手常万清，小爷听过你的名字，那个小子就是你的废物学生吗？这种偏僻小地的驱魔人也敢来凑热闹，可别到时候输急眼了，把自己的命给搭上。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只不过看来气度却也一般。我晋北虽然地处偏僻，却不是穷乡僻壤。然后他拿出了一个小坛子，坛子里面飘散出了一缕清香。不错，还真有点好东西。那坛子里的可是灵魄膏。这位先生见识不错，这的确是灵魄膏能梳理杂乱的灵魂。晋北这个破鸡窝里面倒是飞出一个像样点的家伙，这些东西做赌注足够了。收了那么多钱，总得发挥一下你的作用。这次赌斗其实是2个驱魔高手之间的生死斗，其中一方是无面人中的一员，另一方则是来自豫南地区的驱魔人，名字叫霹雳火。霹雳火的名头我也听说过，他为什么要跟无面人赌命？2位老板怕是不知道，就在前段时间，梧州小镇有人火并，打的那个昏天黑地，几乎小半个镇子都被波及到。其中一方就是各位无面人老爷，另一方是外来的驱魔人。这个叫霹雳火的驱魔人，就是那时候被活捉的。但是霹雳火这人硬气得很，宁愿死也不愿意出卖同伴。到后来，无面人没办法，要跟霹雳火赌命。霹雳火若是赢了，无面人就放他离开。各位时候也差不多，现在赌斗开始，这场赌局赌的是生死，在斗台上只能有一个人能活着下来。别废话，各位，老子肩膀上的2朵阳火就是老子的看家本领，只不过这火焰可以烧鬼，可以烧尸，却唯独不能烧人。各位要下注，最好都下在那边，免得老子输了，死了都被你们咒骂。无面人名声在外，反正我不看好霹雳火，我压无面人上赌注一张鬼皮。虽然我也不看好霹雳火，但我却看中那张鬼皮了。我跟你对赌，就赌霹雳火胜。他随手一挥，一尊雕像放在了前面的桌子上。黄仙神速，价值倒也够了。你们都看好无面人，但我却很欣赏霹雳火的洒脱。我的赌注是2具人面妖额的标本。人面妖额的标本那东西背在身上，可以无视梧州路上的大部分危险。好东西，我赌了。各位压我赢的，到时候可别后悔。霹雳火刚说完，肩膀上的火焰就朝无面人砸去，众人看得目不转睛，然后大声欢呼。就在此时，4个男子站在赌场的门口，边上2个守门的已经被放倒。霹雳火就在上面，看样子参赌的人还不少，哥几个今该咱们发一笔横财。老何真要调的享乐赌场，这可是黑白财团的产业，那10个董事可不好惹。老伙都被人逼着去赌命了，咱还跟他们客气什么？黑白集团敢动老子的兄弟，一样干他。各位来享乐赌场闹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嘿嘿，别躲！铁拳降魔，你是豫北红铁拳，来人！铁拳，你最近实力退步了，一拳下去，竟然连个鬼差都打不死。以前有这玩意儿叫黄河里的老师，一掉一个准，就看场子的打手有点弱，连我一狗都扛不住。老何，回头进五州路，若叛逃了鬼差送给地府，应该能卖个人情。三叔回头看去，只见10多个打手已经纷纷围了过来。铁拳留下，猴子、老师，你们跟我上楼。3分钟后我跟上去，你们小心点，上面可都是高手。真是找死！魏先生，你说我找死，可敢来杀我？我倒是水，原来是何文武先生来了。既你知道我来了，给个面子，霹雳火我带走了，这3个无面人我也要杀了，行不行？还有这群王八蛋看着我的兄弟在斗台上打生打死，台下注赌输赢，这里的赌注全都没收，如何？你是什么东西，还敢没收我们的赌注？你问我算什么东西？魏先生，我给你个面子，在场的各位，只要谁能在我手中走出3招，老何我就服。三叔到来后，霹雳火已经打败了赌斗的无面人。老何，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怎样这么多高手，扛得住吗？一群臭鱼烂虾，在外面也就是个人物，在老子面前还差得远了。好嚣张的家伙，今天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到底有什么本事。那人随手一撒，无数豆子落在地面，顷刻间，无数黑影慢慢的直起身子。好一个撒豆成兵术，这也叫撒豆成兵？呸！不过是一种养鬼的手段而已。
每一颗黄豆其实都是内部中空，用微雕技术铭刻符文，用来承载亡魂。还有谁不服？老子说了，谁能在我手下支撑3招，老子磕头认罪。这位何先生，我田某人最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既然您看中了我的2件赌注，那就送给先生就是，不算什么。18年前，何文武就在梧州小镇威名远播，单打独斗的情况下，没人是他对手。但这个世界上总有你惧怕的人。废话说完了，能开打了吗？先别急，我先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谁是何文武？吾等乃是地府勾魂使者，奉命捉拿通缉犯何文武，闲杂人等一律退开。那个手持断刀的就是何文武。各位，地府跟京都那边签有阴阳协议，他们捉拿通缉犯，谁敢阻拦，谁就是破坏阴阳协议。18年的确是一个挺久的时间了。无面人你最多也就30来岁，对不对？30岁那又如何？看来你们都不知道18年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手提断刀，慢慢的走过去，勾魂使者大喜过望，当头就砸，但铁齿还没落下，这家伙的身体就慢慢裂成了2半，紧接着一个一个的勾魂使者身体飞快的崩溃，化作一团黑气。年轻人，18年前我来过一次梧州小镇，那一次地府的勾魂使者少了100多个。何文武这里距离梧州路很近，你杀了5个勾魂使者，地府不会放过你的。地府从来都没有放过我的打算，而且勾魂使者这种东西杀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何文武，多谢了。不用谢，其实你们早就该死了，命格不全，继续活下去也是受罪。这他们就不知道挣扎的吗？是灵魂压制。老实人干活了。捞尸人从腰间抽出一个袋子，把众人面前的赌注一股脑的装进了麻袋里面。各位，你们要是不服气，或者心里有怨恨，以后可以找我算账。我叫何文武，家住石门市怀中路，卖花圈纸人的白事店就是我开的。我要是不在家，我有个大侄子叫张9岁在那守着，找他算账也行。三叔这是干嘛？这以后要是都跑来白事店找茬，我扛得住吗？何文武，大董事那边自然会去找你算账的。当年张大先生打劫了你们的交易场，黑白财团损失10几个亿，也没见大董事去找他算账啊。老贺，该走了，镇墨兵要来了。三叔走后，紧接着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黑暗。梧州镇守使令，小镇居民各自归家，没有命令不得外出。紧接着枪声大作，火光熊熊。最古怪的是，那火光竟然是刺眼的蓝色，是极寒冰焰。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火焰，火焰的温度在零下几10度，一旦接触到任何事物，都会瞬间冰冻起来。接引使者，该死，是18层地狱的接引使者。魏董事镇魔兵有令，要咱们调集人手阻拦火焰，要不然就一把火先烧了咱们赌场。废物，自己挡不住极寒冰焰，却征调老子的人手。你去告诉镇魔兵，老子每个月乖乖纳税，遵守规矩，凭什么要老子带人去打生打死？你们全都出去帮忙灭火！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帮你们灭。我知道你们都是内地来的驱魔高手，手下有钱有人，但只要你们还在梧州小镇一天，就必须要听2位镇守使大人的命令。真是倒霉透顶，那是极寒冰焰啊！如何熄灭？魏先生，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出去灭火，牢牢的。众人见魏先生都出去了，也只好带着随从往外走。我和常万清对视了一眼，也紧随其后跟了出去。谁有洋火？最好是霸道一些的洋火。我有一朵真红符火，可以用吗？火焰层次太低，挡不了多久。谁有更厉害一点的洋火？我向前走了一步，但常万清却拦住了我。别在这动手，容易被人看破身份。管不了那么多了，对方要接引18层地狱的恶鬼，若是他们打穿了梧州小镇，以后怕是要生灵涂炭。放心，我只放一把火，应该没人看得出来。不等常万清回答，我已经大声喊了出来。我有一朵灵魂黑火，不知道有没有用。灵魂黑火足够了，你跟我来，其他人去搬运汽油，阻挡极寒冰焰。年轻人，我是西北镇守使周天才，我代表京都特别案件处理中心，暂时借用你的灵魂黑火，愿意为镇守使效劳。你跟我进屋，你倒是让我惊讶的很。张9岁，全天下的人都想不到，你竟然真的来了梧州小镇。他是怎么认出我的？别紧张，说起来你还得喊我一声周爷爷才对，我跟你爷爷也算是老交情。周爷爷好，能在这档口挺身而出，足见你心性极佳。这样的孩子怎么能是戴罪之身呢？孩子，你帮我这个忙，算镇魔兵一系欠你一个人情。走吧，跟我去放一把火。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镇守使大人。张先生，看见那一条神火带了吗？那是用紫色朱砂、3洋烈酒以及10几种至阳至刚的可燃物形成，这东西无法用凡火点燃。现在有了你的灵魂黑火，就能熄灭对方的极寒冰焰。不过到时候对方会恨你入骨，你怕不怕？他故意喊我张先生，明显是不想让我暴露身份。对方想接引恶鬼入室，我等身为驱魔人，降妖伏魔乃是天职，岂能畏惧？张先生请。话音刚落，就见黑色的火焰骤然升起，火光悄无声息地顺着两边蔓延开来，黑光和蓝火相互碰撞，相互抵消。对方顶不住了，徐才，你带人分布在神火带周围，
谁敢越过神火带，杀无赦！小王八蛋，换我好事找死！小王八蛋，换我好事找死！我拎着密宗铁棍，当头朝一个黑人身上打去，对方的手腕当场被一棍敲断。最古怪的是，这家伙的血液竟然乌黑发透，如同死血。叶不明，你想造无咒小镇，死了这条心吧！周天才，若不是那一把灵魂黑火，无咒小镇早就被我们烧成一片平地了。那个小子，你可敢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一个镇魔兵对着我猛地摇头，示意我别开口。我叫何文武，记住了，灭了你火焰的人就是我。小王八蛋，这是故意的。你打劫了那么多赌客，还让他们去省城白事店找张九醉，你俩谁也别埋汰谁。话说，你当时可是连自己家侄子都一起打劫了。我看那个晋北降魔手丢了一件黑色魂旗，心疼的都快哭了。废话，我若不连他一起打劫，那些赌客当场就得找他麻烦。至于那面黑色魂旗，回头找个机会还给常万清就是了。老何，为什么不带他一起走？带他干嘛？别忘了，他现在就是个定时炸弹。若是敢进无咒路，地府那群孙子当场就得炸。好了，火灭了，周天才出不了，大家收拾一下东西，咱们这就去无咒路。真的不去通知你家老四吗？我看他在小阴湖那边玩得很开心。铁拳，你还嫌事情不够乱？老四本事大，但惹事也多，不想在下面节外生枝就别带他。说完之后，他们趁着黑暗一直往前，很快就离开了无咒小镇。而我并不知道三叔早就认出了我，谁成想黑暗中那个冷酷的声音却说道：何文武，没有你这么年轻，小家伙，最好别让我再见到你。另一边，一个黑色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在黑暗之中，只留下一个重重的风声。周天才，恶鬼出世，你阻挡不了，就算是无咒那个老东西来了，也阻挡不了。徐才，通知技术部发动无人机进行大范围搜索。镇魔兵第一小队5人1辆车，分成6个小组展开地毯式搜索。是，周镇守使。不错，不错，斩敌1名，这份功劳我会给你报上去的。到时候京都那边肯定会有嘉奖。周爷爷，这群是什么人？严格意义上说，的确是活人，但我们更喜欢把他们称为邪人。这群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死人融合，他们想接引18层地狱的恶鬼，其实也是想让全世界的人变成他们的同类。好了，跟我来吧，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骑摩托车带着我开了有1个小时，然后我看到一个打着黑伞的男子身形挺拔，背对着我们站在荒野之中。男子身边有无数破碎的骸骨。大先生，下手不用这么狠吧？世道乱了，当然要下狠手处理。他的声音有点耳熟，也有些空灵，可能是周围的阴风吹的声音断断续续，所以才造成了这种现象。白骨山的贱骨头还真是执着，18年了还不肯死心。大先生，人我带来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前辈您好。灵魂黑火，密宗铁棍，看来你终究还是走上了这条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对我说过，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大同小异，命运也会玩弄每一个挣扎求存的驱魔人。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勇敢的去反抗，而不是顺其自然。你爷爷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吧？我顿时大惊，爷爷的确是说过类似的话，但他的原话是说，命运其实就是个操蛋玩意，你要是怂了，这股东西就会按着你使劲的欺负，但只要你拿起家伙跟这股东西对着干，对方就会比你还怂，到时候自己走什么路自己说了算。张九醉，回去吧，别再往前了。三叔有难，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就刚刚，三叔还杀了5个地府的勾魂使者，我还为了你杀了白骨山的300具骸骨呢。白骨山跟无面人关系很好，自从打探到你的消息之后，无面人跟白骨山有过协议，一起合作抓你补全命格。何文武打劫赌场的时候，无面人发出了求救信号，300骸骨就藏在无咒小镇旁边，没想到大先生却早就提前等候。前辈元首，晚辈感激不尽，还没请教前辈名号。喊我大先生就行。话说你对何文武如此上心，难不成你那个便宜三叔对你很好，甚至你父亲还要好？这位神秘的大先生怎么问的问题这么刁钻？周天才见我神色不对，咳嗽了一声。小家伙，听我一句劝，你现在去无咒路，只会给何文武添乱。大先生跟何文武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不会害你的。那我就在无咒小镇等1个星期，若是1个星期之内三叔还不回来，我就通知爷爷，请他拿个主意。只要不下无咒路就行，其他随意。但先生，您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留时间给你爷爷打个电话，看你爷爷怎么说。周叔，借一步说话。小家伙，在这稍等一下，我很快回来。周叔，小九这边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了，这孩子比较黏，脑子一热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没问题，只要我还在无咒小镇1天，就没人敢碰他。不过你也是，干嘛要瞒着他？我不想他走常规道路。18年前，我们3兄弟加上何家2位，在驱魔圈子里面算是最优秀的年轻人，但结果还不是死的死，废的废。天下驱魔人嫌弃我们，就连大统领都有心无力。他若是继续走我们的老路，难不成还能比得过我们5个？逆境使人成长，让他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能打破一些固有的局面。这是你家老爷子的意思？
没错，老爷子给他看了6年书，不教他任何东西时，他想让小九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去一趟18层地狱，我们几个还没老，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丢给小九。18层地狱那边是罪恶之地，老爷子说过，张家的罪孽跟那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边恶鬼众多，就算你有黑伞，也不见得能全身而退。而且你的行动，我必须要跟大统领那边报备。没问题，一切都按照规矩来。还有你帮我给何老四传个话，就说他用修尸木承载灵魂，在无咒小镇闹腾闹腾还好，绝不许下无咒路。小九可以保护，但别露面。这孩子还欠缺一些磨练，保护的多了，容易养废。你把这个惹事精都给我，自己倒落个清净也罢，就让他在小阴湖跟被关人玩玩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周叔，这边就麻烦您了。他说完之后，迈开步子就朝黑暗中走去，脚步不疾不徐，但一步迈出，就像是跨越了几十米的距离。缩地成寸数，18年了，这位张家的大先生手段越来越深不可测了。而我在摩托车旁边等得百无聊赖的时候，忽然一片骨头架正在飞快的接近。我在摩托车旁边等的时候，忽然一片骨头架正在飞快的接近。特么的，完犊子了，人家来报仇了。您没有授权，不可骑乘。操！白骨山骷髅王何在？我是西北镇守使麾下镇魔兵，你们敢对我动手，找死吗？镇魔兵都用符文战刀，小子，你根本就不是镇魔兵的人，用阴气灭他阳火。就见我周围的高大白骨大嘴一张，一股腥臭的气息瞬间喷了出来，熏得我头晕脑胀，脚步虚浮。阴毒入体，怕是支撑不了多久了。他不行了，各位加把劲！混账东西！骷髅王，你过界了！本王300儿郎惨死当场，你告诉本王，究竟是谁杀了我300儿郎？我转身就走。老子凭什么要告诉你？你以为你是谁？这时，远处有7、8辆越野车飞奔而来，周围的白骨们纷纷骚动起来。周天才，本王的300儿郎不会白死的，你等着，本王一定会去亲自拜访无咒小镇。小家伙，用灵魂刺激法增加自身阳气，驱逐阴毒，以后遇到骷髅王躲远点。这家伙厉害得很。无面人要抓我补全命格也就罢了，他一具骸骨找我干什么？骷髅王只要吞噬特殊命格的人血肉，中和其阴气，慢慢就会长出新肉来。好了，徐才，你带张先生回无咒小镇去。回去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微微的鱼肚白。常万清和7岁大师2人静静地站在镇子入口。兄弟，你没事吧？我没事，多谢2位关心。兄弟，7岁大师找到7命大师的下落了，需要我们帮个忙，不知道你什么意见？师兄圆寂了，但小僧想带他的法身回少林寺，只是师兄的法身被邪祟所占据，小僧势单力孤，怕是斗不过对方，所以才邀请2位一起帮忙。对方是什么来头？无相天尸魔。我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没背过气去。无相天尸魔跟黄泉不成尸，极阴极煞，并称3大至阴邪魔，也是圈子里盛传最难对付的3大邪魔之一。无相天尸魔其实就是开了佛眼的法僧死后所化。7岁大师，既然你敢这么说，是不是对无相天尸魔有一定的了解？必死的事情，小僧定然不会让2位去做，不如2位先听我说明原因，再做决定。无相天尸魔其实快作化了。7岁大师，您说无相天尸魔即将作化，又是如何判断？无相天尸魔借助师兄遗体重生，但我们少林寺18法僧身上都有佛纹纹身，更有甚者，还在身体里面埋下了36条金线。只要无相天尸魔敢借助我们的身体，就要做好被困的准备。七命师兄佛法精深，所以他在自己的身体下面埋了36条金线。无相天尸魔虽然占据了他的身躯，却被金线和佛纹所困，3年时间并不足以让他脱困，但若是再给他点时间，等金线腐朽，无相天尸魔就再也无人能治了。如果我们不去，您会怎么办？会等少林寺各位法僧来了再动手吗？如果2位先生不帮忙，小僧绝无怨言，只是昨晚之事已经惊扰到了无相天尸魔，等少林寺各位师兄来了，对方很可能会带着师兄的遗体离开那座古墓。那就去试试。常大哥，咱们带足够的汽油，里面掺杂紫色朱砂，把那个古墓烧个底朝天。我就不信无相天尸魔在这种烈火下还能活下来。昨天为了扑灭极寒冰焰，燃料的消耗实在是太大，未必有足够的汽油，备点雷管吧。对付这东西，咱们拿着刀子过去砍才是最愚蠢的行为。堂堂人鬼憎恶的戴罪之身，敢出现在无咒小镇，就不怕别人认出来吗？这里是阳市，地府的勾魂使者光天化日之下找我，又是为何？如果是来抓我，我虽然年轻，却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真要抓你，你以为你配老夫亲自动手？18年前，我欠大先生一条命，我来这就是想报答他的恩情。告诉你3句话，恩情已了，老夫这辈子就再也不会回到阳市。原来他不是找茬的呀，但他想报答大先生的恩情。我跟大先生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至于吗？听好了，第1句话是南山有3坟，坟内有3人遇到困难，可以找他们帮忙一次。第2，绝对不要靠近小阴湖。第3，小心漂亮的女人，对方很可能已经猜到了你的身份。3句话说完，寒山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而这时，天空中乌云滚滚，
豆大的雨点哗啦啦的掉落下来。这下麻烦大了。这场雨来的真不是时候。这叫阴雨，是阴气凝聚所形成的云层。长时间淋雨，人身上的阳气会被带走。这种天气下，往往也是群魔乱舞的时候。无相天师魔那边怎么办？下雨天车辆无法挪动，我们需要大量的汽油，咱们只有3个人，搬不动的。无相天师魔命不该绝，这场阴雨。据报告州镇守使鬼兵入城了。